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第38屆金雞獎提名，5位影帝火拼，宋佳詠梅爭影後，趙麗穎誠意難平。在所有國產電影獎項中，金雞獎的分量不言而喻。它由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，被譽為華語電影最高榮譽之一。評審不只看人氣，更看作品的藝術性與社會價值。能入圍就意味着行業認可。本屆第38屆金雞獎提名名單一出，立刻引發熱議。從提名名單不難看出，這一屆主打主流題材與個性表達並行，新生代與實力派同場爭鋒，堪稱神仙打架的一年。影帝之戰，5人混戰，演技與氣場硬碰硬。大鵬長安的荔枝，導演和演員的雙重成功。大鵬這次憑長安的荔枝入圍，是導演跨界演戲的代表。片中他拋開喜劇包袱，把人物的克制、細膩與隱忍拿捏得恰到好處。每一個眼神，每一次沉默，都像細針一樣扎進情緒裡。這場提名對他來說是認可，也是一次證明，他不只能拍，還能真演。唯一的劣勢是影片體量略小，聲量不及主旋律大片，但演技上的突破足以讓人記住他的名字。朱一龍志願軍存亡之戰，硬核題材裡的人情溫度。朱一龍在志願軍存亡之戰中飾演的是群像中的核心人物，戰爭戲份多，但他沒有淪為符號化英雄，而是用細節演出了人物的血肉和溫度，在大場面與文戲之間游刃有餘，讓觀眾既看到力量，也感受到柔軟。他是這屆最穩的選手之一，演技成熟，題材正面，票房成績也很突出，距離影帝只差最後一錘定音。劉昊然解密，從少年到男人的成長刻度。劉昊然在解密中告別青春期，飾演一位天才密碼學家，這是他轉型的關鍵一步，少了青澀，多了深度，整部戲的節奏都很靜，他的靠呼吸和眼神去撐戲。劇中劉昊然演了一個時時刻刻都在頭腦風暴的角色，他不靠哭戲，不靠台詞，只靠細節。這部作品證明他不只是有少年感，更有演員的厚度。易烊千璽小小的我，天賦與苦功疊加的極致表演。易烊千璽在小小的我中飾演腦癱青年劉春和。為了演出腦癱患者的肢體，易烊千璽的肢體、聲音、眼神都需要重新訓練，難度極高。但他沒有走煽情路線，而是用極度克制的方式呈現人物的尊嚴與痛感，讓觀眾被人物的內心力量擊中。易烊千璽的成長幾乎是肉眼可見，從偶像到演員，他一步步靠作品說話。這次提名更像是對他徹底轉型的蓋章。黃曉明陽光俱樂部拋開油膩，演技吸睛。黃曉明的優勢在於穩定，他在陽光俱樂部裡完全拋掉偶像包袱，以真實、接地氣的形象出現。他增重、改腔、放慢節奏，讓角色的疲憊感成為人物的主要氣質。對於黃曉明而言，他不缺影帝的認可，他的出演重點在於自我突破。雖然競爭激烈，但黃曉明的老辣與經驗，讓他仍然是一匹不容忽視的潛在黑馬。影後之戰，宋佳與詠梅對峙，新面孔攪局。宋佳好東西，鋒利與溫柔並存的女性樣本。好東西是一部從女性視角出發的現實主義電影。宋佳演的不是聖母，不是烈女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女人。她把生活的焦慮、隱忍與自我修復演得極其自然，台詞鋒利卻不做作，節奏鬆弛卻處處有力。宋佳的表演讓人看到真，也看到女性的困局，是本屆最被看好的影後之一。詠梅出走的決心，靜水流深的力量。詠梅的表演一向講究克制，出走的決心講的是一位中年女性重新尋找自我的故事。
她沒有情緒宣洩的爆點，卻能在一個輕微呼吸、一個轉身裡，讓你讀懂人物幾十年的壓抑心事。她的氣場不是靠爆發堆出來的，而是靠歲月積澱出的篤定。詠梅的實力與片子的主題相輔相成，女性覺醒、人生重啟、現實溫度，全都恰到好處。如果評委更看深度與社會意義，她的勝算極高。衛詩雅破地獄鋒利的港片氣息。衛詩雅這次的提名是港片在金雞獎的一次突圍。她飾演的角色游走在善惡邊緣，帶着複雜的情感濃度。她的表演乾淨精準，既有火光，也有傷口。這類表演在當下女演員中並不多見，她的存在讓今年的影后賽道多了幾分銳氣。段奧娟歲歲平安，跨界演員的意外驚喜。從歌手到演員，段奧娟用歲歲平安證明了自己不只是流量。她演的小人物沒有光環，卻能讓人信服。這種素顏的表演方式，在今年女性題材作品中極其少見。她可能不是最大熱門，卻是最有新鮮感的提名者。有時評委就喜歡這種出乎意料的新鮮驚喜。徐海鵬，但願人長久，生活流裡的深情力量。徐海鵬的表演沒有技巧感，全靠感情。他演的是普通人的悲歡離合，平淡中藏着韌性。電影沒有太多淚點設計，卻能讓人默默鼻酸。而演員徐海鵬像一面鏡子，屬於看似無聲卻耐人回味的選手。宋佳與詠梅的對決是兩種女性氣質的巔峰較量，一個鋒利，一個溫柔，一個外放，一個內斂。總之，提名的女演員各有看點，影后懸念比影帝更難猜。看到名單之後，不少網友也感到遺憾，因為有幾位實際出色的女演員被排除在外，比如章子怡、楊冪、張子楓、趙麗穎。尤其是趙麗穎，真的是這一屆最大的意難平。這幾年她在電影領域持續發力，從第20條到向陽花喬妍的心事，趙麗穎一步步擺脫偶像光環，靠演技實力站穩腳跟。